先说说你对哀伤的理解。我对哀伤的理解，我觉得是一种爱的能力。然后他爱的能力里面就是可能你要知道如何去爱。我觉得我从小共情能力还是挺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爱伤高不高，其实我原来爱伤是挺低的，但是我在慢慢的可能去总结回顾之前的，变成更会去爱人的人。对，包括如何去爱自己。比较喜欢写日记的那种人。我记得我最喜欢写日记的时候是在我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初中可能每天就是要花2-3个小时写日记，然后最后可能毕业了以后，我有这么一厚摞的日记。你们俩都是哎。我是一边写日记一边练字，因为我觉得写字好看也。对，我也对，那种感觉特别好。后来可能就是随时就是不是就是毕业了以后，可能不能随时随地手里有个纸，然后有个笔，可能就会记录在手机里面的备忘录里之类的。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好。记忆里姥姥有个秘密口袋，姥姥把它缝在了裤子反面的腰间处，专门用来放一些50元、100元的大钞。每次我们2个从天坛遛弯回来的时候，大公交都会经过一个麦当劳。我馋了，只等离我的目的地还有1站地的时候，可怜巴巴地拉了姥姥的衣角，姥姥就懂了，摸摸裤腰，捻出大钞，小宝，带你去吃麦当劳。因为我姥姥是有口音的，对，她会把麦当劳读成麦当劳。麦当劳。对，她就可能一下子就能知道，是我想吃麦当劳了。就是只有姥姥知道。对，而且姥姥特别可爱，就是会自制腰带，然后在裤子的反面，然后做一个专门放大钞票的那种。电动车行驶而过，一个女孩驾着车子，穿黄衣的外卖小哥在后座喂着她。感到疲倦的时候需要拥抱，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你是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呢？就是我可能在我再小一点的时候，我是那种特别一见钟情的人，可能当时是喜欢好看的。我们都是。对，现在也是。还发现最重要的还是2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可能你一开始是因为他的外表被吸引，然后可能但是最后源于是各种生活当中的不合适分开，然后可能到后来我更比较倾向于从开始做朋友，然后再到2个人就是比如说都觉得很合适，在一起很舒服又有感情，然后可能会在一起。这本书是张晓峰老师写的，然后他也被称为温柔的一支笔。对，就像那个盒子上写的。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是他这个书名叫于无色处见繁花。大家可以体味一下，他其实就是去写非常平凡朴实，然后看起来就是像白开水一样的生活，然后在这种生活里你似乎看到了不平凡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他这里面写的都是关于花花草草树树木木，然后还有对于自己身边人的那种细微的观察，然后对生活的体悟。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本非常美好的书，然后非常值得读。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在这里，稍等，真的感觉很不错。标好了。对，清风明月，山松野草皆是生命的愉悦。对，就是感觉非常的有灵性。对，而且特别治愈。对，然后我有一个片段，然后跟大家分享。是很短。他有一个极美的侧影，他自己到底知不知道呢？也许他长到这么大都没有人告诉过他。如果我不告诉他，会不会他一生都不知道这件事？对，就是这么短。就是他在就是作者在一间店里面，然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侧影，
然后他觉得这个侧影很好看，但是很可能当下那个女孩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美，然后他就在心里面，美不自知才是美的最高境界，就是美而不自知，就像王清。我也想说的就是，就是作者说他到底知不知道呢？那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选择不告诉他，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就像您说的，也是我想说的，美而不自知的那种状态。对，对，就是，这本书大部分写的都是比较平凡的人事物，然后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有时候人们可能觉得生活要过得，随心所欲啊，轰轰烈烈啊，或者是就是给人感觉那种澎湃激昂，对，就是得把生活活出一个什么样来，是一把大梳子。就是我可以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一本，一把梳子吧，就是有一点夸张。你的发型就这么梳出来的啊？哎，是，就是，就是它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我朋友现在不是有很多微博上的能人嘛，就是自己做一些 DIY 的东西，然后他特别喜欢一个博主，那个博主就总是爱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快到他生日的时候，我一直在愁送他一个什么东西好呢？我觉得至少得是人家喜欢的吧。对呀，对。然后后来我就想，然后去找这个博主问他到底这东西卖不卖，后来发现不卖。结果呢？不卖，他不卖，他只是做着给大家看的，欣赏，仅供欣赏。然后我就找朋友去，首先我觉得什么东西能做成这一把大梳子？他们家有一把剑，是爸爸可能之前就是买的喜欢的那种，但他爸不用了。然后我就拿一把剑，然后到那种五金店去改装成了一个梳子。哇，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做一个梳子呢？因为他喜欢这个。他就是喜欢这个，对，他就是喜欢这个。你就照着那个样子，然后让改了一个，对，想办法改了一个，因为人家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他可能他自己就会电焊什么的，我只能就是找这种方法。我在想什么东西能变成一个大梳子。哇，那你的朋友用它梳完头以后，现在他还好吗？可能这个没有再用了。但是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有心，或你的朋友也真的蛮有个性的。他也很幸福，就是你居然可以去找人，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很特别的，完全就是别人都想不到的东西，世界仅此一把。是的，真有可能是这样，是，对吧？这是我的，就是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山顶拍的，然后我其实是喜欢它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像是在聆听，然后这张照片也特别的自由，对，就是这样。我喜欢这个，我以为你在上面怎么出来那个动作，就是它其实是这样，这样的，看到了，对，这是在哪儿啊？就是让我觉得舒服。之前在旧金山上学的时候，是张玉为什么要选这个？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童书的时候，可能它在不同的阶段会对童书理解的含义会不一样。尤其是年龄阶段，小孩有小孩的视角，可能大人会看出另一番风味。当然，对，所以我喜欢看童书，就是它好像用最纯粹，然后最童真的视角，在给你讲一个很深刻的故事。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本讲如何去爱的书。因为一开始就是。好多，它一共有几册？好像1、2、3、4、5、6册，是吧？这6册就是我就说这个霸王龙的这个吧，就是它其实就霸王龙和小甲龙也好，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找到相应角色的。对，我觉得像霸王龙可能就是那种平时让人看起来凶巴巴的、难以接近的，然后看起来很冷漠的那种人。然后小甲龙它就是那种特别温暖，然后可能随时随地出现，会给你给予爱的那种人。然后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最后，其实凶巴巴的霸王龙被小甲龙然后给予他的爱所感动了，然后去自己也学会怎么懂得去表达爱。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学会被爱的过程，很多时候是由一个懂得爱的人去激发你的。当你就是
知道被爱的滋味，然后你也想去给予的时候，然后当你明白了以后，你可能就是你现在不懂，但是可能你以后再遇到谁的时候，你会更知道怎么去给对方来爱。是的。心自由无牵挂，美丽也没有那么差，力气啊就让它随风去吧，忘了你给自己的心放一个家。小鸟跳着伦巴，快乐过往发花，所有人光着脚丫，篝火噼噼啪啪，想对我说悄悄话。你的爱人在哪？还深深爱着他吧，他想夜半有你陪，正承受着不能知己。心会离开，有时候我只是内心。还有一点。Porque la gente se crece curioso, se ha dicho cuál es verdadero. Tú sabes que te he dicho de menos, como guardas soluciona mal en dos. Lo mejor es hacerlo contigo, feliz de lado, espalando a que flosca se niega, vamos还深夜半有你陪，正承受着不能知情，真心一动不说话，千丝万缕的想法。心会离开，有时候请聆听我真实内心，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谢谢。谢谢。